什么声说拦住我？手里递着绣花弦。各位父老乡亲，给做个见证。昨夜3更，侯府2小姐苏婉仪已与我私定终身。我以为打跑了无赖，却没想到这成了旁人眼中侯府掩盖丑闻的罪证。求陛下恩准，将永安侯府2小姐苏婉仪赐婚于臣为妾。陛下为了平息舆论，下旨将婉仪许他做妾。婉仪性情刚烈，不堪奇耻大辱，出嫁前夜吊死在了房梁上。我穷尽一生，只为给婉仪讨一个公道。原来从一开始就是局，针对侯府，针对涟漪。才睁眼，我回到了这一天。各位父老乡亲，学生并非有意惊扰侯府，实乃万不得已。昨夜3更，婉仪小姐邀我一叙，学生惭愧，情难自禁之下，我2人已经有了肌肤之亲。学生家中虽已有了发妻，但也并非薄情寡义之人。学生愿对婉仪小姐负责，纳她为妾。有正妻还想纳侯府小姐做妾？荒唐，实在荒唐！大小姐，此人妖言惑众，我去割了他的舌头。清河，不急。重生后，我连夜将婉仪送去了城外的寒山寺。前世的悲剧，我绝不会让它再上演。大姐姐，你总算肯露面了。婉仪亲口跟我说过，你素来最疼她，为了她的终身幸福，一定会成全我们的。她已是我的人了，此生非我不嫁。你若不信，看好了，这只珍珠绣鞋便是她昨夜亲手赠我的定情信物。没错，真是苏2小姐的鞋。上元节灯会那天，我亲眼瞧见她脚上就穿着这双。姐姐，这人你也见了，物证也在手，你还要护着侯府那点虚伪的颜面，不认这门亲事吗？大姐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眼盲，还是心瞎了？我妹妹早在上个月就因病亡故，早已入土为安。你说她昨夜同你私会？陈平，你倒是说说，你是同她牌位定的终身吗？什么？苏2小姐死了？那这书生岂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咒死人？这可是要遭天打雷劈的。我没有，你胡说，你骗人！对，你们一定是把婉仪小藏起来了。你好狠的心啊，苏清瑶！为了侯府的颜面，你竟然当众咒自己的亲妹妹死！对呀，谁知道这灵位是真是假？万一真是侯府为了遮丑编出来的脱身之气呢？脱身？你倒是教教我，这身要怎么脱？难不成我有未卜先知之能？早就料到你今日要来，所以提前给我妹妹备好了牌位。是啊，这说不通啊！若真是为了遮丑，直接打出门去，岂不更简单？何必咒亲妹妹死？前世的经历告诉我，光解决一个陈平没用，幕后黑手不除，婉仪永无停日。姨母息怒，大姐姐定是护妹心切才出此下策。可梨儿就是怕大姐姐这份情深被不知情的人曲解了，反而成了旁人攻博侯府门风的把柄。你这个孽障，在大街上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婉仪要是真的死了，我这个做娘的会不知道吗？我倒情愿她真的死了，活着她摇着本店，也是丢我们侯府的脸。娘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你非要毁了婉仪的清誉吗？哼，她若检点，谁能毁她？18年前，婉仪出生的那年，天降暴雨，整整下了3天3夜。灾星，都是这个灾星害的。父亲治水不力，竟被陛下一道圣旨直接革去了官位。这个灾星，满月就送去乡下庄子，永远不许回侯府。是夫人。就因为一场雨，你就恨了他15年。你偏心楚离，我不怨你，可你怎么忍心在这个时候往婉仪心口上扎刀子？姨母，都是梨儿不好，梨儿不该多嘴。梨儿只是怕大姐姐为了护着婉仪妹妹，反倒让整个侯府跟着蒙羞。
怎么？他能做得出这种不要脸的丑事儿，还怕人说？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抛头露面，成何体统？还不赶紧滚回府去！这里由我做主。娘，您既然非要个交代，那我就当着乡亲们的面给您。婉仪，当真病死了。你这病来得又急又凶，女儿不想让您过度伤心，才刻意瞒着。您若不信，大可问问府里的下人，这几日婉仪可曾出现在府上走动过半步？婉仪早已被我秘密送往寒山寺，府里绝不可能有她。其实今日一早，我就听见西厢房那边传来些许动静，李儿怕扰了姨母清静，便自作主张命人将西厢房围了起来。姨母，里头究竟是人是鬼，一探不就清楚了？大姐姐，你该不会以为将婉仪送到寒山寺便万事无忧了？你猜，若是婉仪妹妹听说姨母生了重病，卧床不起，她那样的性子，还能在寺院里待得住吗？对，就是这间。昨夜苏小姐就是邀我进的这间屋子私会。开门！难道婉仪真的骗我？怎么会？难道婉仪真的骗了我？她当真和这个无赖……诸位都看见了，婉仪妹妹同这位陈公子实是两情相悦，已经私定了终生。大姐姐，即便惹你厌妇，我也不得不说上一句：你身为长姐，怎能如此嫌贫爱富？要活生生拆散他们这对有情人！抬起头来！闹剧该结束了，这人根本不是我妹妹苏婉仪。大姐姐，这怎么就不是婉仪妹妹？为了拆散他们，大姐姐连这样违心的话都说得出来。大小姐，老奴在侯府待了20年，二小姐回府后一直是由我贴身照看，她真就是咱们侯府的二小姐，错不了。你给我闭嘴！那是不是婉仪，我这个当娘的会不认的？你就非得逼死我，逼死你妹妹才甘心吗？今日之事，是我苏家管教不严，让诸位看笑话了。陈公子，我愿意将婉仪许配给你，哪怕是做妾。大姐姐，你看你把姨母气的，还不赶紧道歉？只要你肯认下这门婚事，姨母一定不会再怪你。女儿心甘情愿嫁给陈公子，求母亲成全，求姐姐成全。堂堂侯府大小姐，竟然睁眼说瞎话，连自己亲生妹妹都不认了。就是为了攀附将军府，亲妹妹的死活都不管了。我忽然明白了，世人关注的从来不是婉仪这个人，而是她侯府二小姐这个身份。只要世人认定了这桩丑事过了明路，那即便日后真婉仪回来，也彻底毁了。他们这是要强按着头，逼我认下这门亲。既然你们串通一气，死咬不放，那我就把这铁板砸个稀巴烂。好，你说自己是苏婉仪，那我问你，昨夜3更，你在这西厢房与她私会？是。很好。哼，大小姐，听见了吗？大姐姐，事已至此，你就别再逼问婉仪妹妹了。3更半夜的，这种事说出来多羞人啊！你难道非要让她把细节都讲给满大街的人听吗？好，既然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苏婉仪，想必这些事你定然烂熟于心。那我问你，你左胳膊内侧的那块梅花胎记到底有多大？你3岁那年，在寺庙被香灰烫伤的疤痕，究竟是在左手还是右手？你平日里最讨厌吃的东西是什么？还有，那个日夜贴身伺候你的丫鬟，到底叫什么名字？怎么不说话了？这自家身上的胎记伤痕还能记不住？怎么，刚才不是还求成全吗？现在连自己的名字、自己的喜好都忘了？我昨夜受了惊吓，脑子里乱得很。母亲、表妹，你们方才口口声声说她一直在府中，那不如你们2位来回答我，方才我问的这几个问题，答案究竟是什么？你这孽障，非要当着外人的面把亲娘和表妹逼进死胡同才甘心吗？母亲不说话，是答不上来，还是根本就不屑于知道亲生女儿身上的记号？我懒得理会你们。大小姐，说，回大小姐，
属下昨夜亲自带队巡逻，自戌时3刻房门落锁，直到今晨卯时大门相开。西厢房一带的院门从未开启过，更无任何闲杂人等进出。院门自戌时就锁死了，连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这陈书生是怎么进去私会的？母亲，您听见了，护卫巡逻一夜，铁锁从未开启。况且，这西厢江门的钥匙，向来由老夫人院中的管事婆婆亲自保管。闲杂人等出去。要是没记错，这西厢房的钥匙向来由您院里的婆婆亲自保管。昨夜3更，可是您亲手为婉仪开了这重重铁锁，送她去会情廊的。大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揣测姨母？我也不想这么揣测，可证据就在这儿，钥匙也在母亲手里，谁能给我个解释？很好，母亲既然搭不上来，那咱们就换个人问。你想干什么？那可是婉仪给我的定情信物。定情信物？你说这鞋当真是婉仪昨夜在西厢房内亲手所蹭？大姐姐，你问多少遍都一样，这确实是婉仪昨夜在房内亲口许诺中温的定情信物。学生虽穷，却也知道这绣鞋对女子的意义。若非情深至极，她怎会交托此物？是吗？这鞋的样式确实和我妹妹平时穿的一模一样，针脚绣纹都分毫不差。但这鞋面粗心，鞋底更是干干净净。在这青石板的院子里走一圈，鞋底尚且会沾染尘埃。这种珍珠鞋工艺极其繁复，明珠更是昂贵稀少。我妹妹一共也只得了这1双。既然只有1双，若是在你手里，那现在屋里这位婉仪脚下穿的又是什么？珍珠鞋普天之下仅此一睡，所以你手中的这只又是从哪儿偷来的？这可能是婉仪她记错了，或者编，你继续编。我不必再编了，不必沉默。你想说这鞋是婉仪送你的，还是想说这珍珠是自己长出来的？带上来。是。就是他，大小姐，就是他，小的这辈子都忘不了这张脸。把你前日下午在城西茶楼巧见的，当着大家伙的面再清清楚楚说一遍。前日下午，小的在城西茶楼躲银两，亲眼看见这位陈公子在雅座跟一个丫鬟见面，两人嘀嘀咕咕的。那丫鬟鬼鬼祟祟塞给他一个包裹，包裹口子没扎紧，小的看得真真切切，里面好像就是一只珍珠绣鞋。你看清楚了，那是哪个府上的丫鬟？绝对错不了。那丫鬟穿着一身青葱色的皮甲，那是侯府1等丫鬟的定例服饰。小的当时还听见陈公子喊她画眉姑娘。表妹，你的贴身大丫鬟画花，为何要私下将我妹妹款式的绣鞋送给一个外男？还是说，与这陈平私定终身夜半私会的人，根本就是你？你为了脱身，竟想出如此毒计，拉我那早已死去的妹妹来顶罪。楚离，你的心肠到底是什么做的？你胡说！苏千岁，你这个疯子，你在撒谎！苏婉仪根本就没有死，她没死，你们不要被她骗了。她现在就在城外的寒山寺，她是被苏信三偷偷送走的。哦，是吗？既然我妹妹好端端的在寒山寺，那你告诉我，昨夜与陈平在此处私会的女人到底是谁？你既然知道她在寺里，为何又要特意找个人假扮成她的模样，在这府里行此苟且之事？楚离，你费尽心机布这么一个局，到底又是何居心？灵儿，你真的知道婉仪在寒山寺？那你刚才为什么说这表小姐知道人在寺里，却还指着屋里这个假货说是二小姐，这不是明摆着要毁人清白吗？大小姐饶命！大小姐饶命啊！学生真的知错了，是因为我太爱慕婉仪小姐了。学生自从在灯会上见了小姐一面，便再也忘不掉。求大小姐看在我这一片初心的份上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哦，一片痴心。既然你这般爱慕婉仪，情深至此，本小姐自然也是感动的。毕竟，这世间能为了情字连命都不要的人，实在少见。多谢大小姐，多谢大小姐大恩大德，学生一定日日为大小姐祈福。只要大小姐不追究，学生什么都愿意干。你放心，本小姐最是成全有情人。你既不惜豁出前程也要与他在一起，我便不会再追究你假冒之事。多谢大小姐成全，学生这就走。不过，既然你对婉仪这次情深意重，为了见她不惜闯我侯府深宅，
我这个做长姐的，自然也不能不成全你。来人，大小姐，成全他，将人拖下去，送入灵堂。今日便与二小姐配冥婚。什么？冥婚？冥婚，那可是要跟死人同房，一起入土的。不，大小姐，我不要配冥婚！救命啊！我全都说是他，是表小姐，是楚离指使我这么做的。所有的事都是他教我的，修仙也是他给的。我只是贪财，求大小姐饶命啊！他说他早就看上了将军府的婚事，可侯爷偏心，非要立什么嫡庶规矩，属于婉仪小姐。楚离亲口跟我说的，只要毁了婉仪小姐的名声，弄成残花败土，那加入将军府的名额就只能轮到他头上。那只鞋，还有那个假扮婉仪的丫鬟，全都是他一手安排的。我就算有天大的胆子，也进不了侯府内院啊！好，既然你肯当众说出真相，大姐姐，这全都不关我的事儿，我就是个跑水的，求您饶了我吧。本小姐说话算话，答应不再为难你。至于你，我亲爱的表妹，既然你这么喜欢搅弄男女情词，甚至不惜搭上女子的名节，那想必对着书生陈平也是另眼相看了。小姐姐，你想干什么？不如就由你嫁给陈平为妾，全了你们这出天作之合，如何？不，我不嫁，我死也不要嫁给他！姨母，救我，救救离儿！我可是侯府正儿八经的表小姐，知书达理的清白姑娘，怎么能嫁给这种人为妾？您快跟大姐姐说说，不能这么对我！苏青瓷，我看你是疯了不成？楚楚是你的亲表妹，是在咱们侯府千娇百宠养大的小姐，你怎么能如此狠心，要把她塞给一个满身骚臭的无赖做妾？狠心？母亲，您说这话自己听着不觉得可笑吗？怎么，自己的亲生女儿都嫁的，一个外姓的侄女倒嫁不得了？你，我懒得再与你们废话。来人，将楚小姐带下去，好生准备，择日送去陈家。我不要嫁给他，姨母，我不要嫁！你敢！苏青瓷，我是你亲娘，你竟然敢当着我的面动楚楚！你如果敢把楚楚送走，那就是大不孝！你等着，我这就去敲邓文姑，我要到圣上面前告你毒害手足，忤逆生母！我要让你这个侯府嫡女声名狼藉！大小姐，老夫人她就为了一个楚离，您连亲生女儿的命都不要了。原来在她心里，我和婉仪加起来也比不过一个楚离。来人！老夫人今日受了惊吓，身体不适，神志已经不清了，竟开始说胡话。神志不清，你这个……扶她回房静养。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她踏出院子半步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拿开你们的脏手！别以为拿了钥匙就能翻天！放开我！你们这群吃里扒外的狗奴才！请大小姐息怒。终于干净了。磨蹭什么呢？这一大盆衣服洗了半个时辰还没洗完，你是死人啊！吵什么吵？还没开饭吗？吃！你还有脸吃？你科举被除名，成天除了赌就是喝，这日子还过不过了？这就是你心心念念带回来的贵人，连个火都不会烧，连个粗使丫鬟都不如。丧门星，老子为了你名声扫地，你现在连顿热饭都让我吃不上。瞧见没？那还是侯府出来的呢，现在过得比咱们农妇还惨，活该！不知羞耻抢人丈夫，这就是报应。大小姐，陈家那边传信过来了，楚离被那李氏治得服服帖帖，整日挑水劈柴，样样都要干，稍慢一点就是一顿毒打。李氏虽是乡野出身，却是最懂规矩。楚灵既然那么喜欢男女私情，在那小院子里，想必能跟陈平好好温存。那陈平也是个扶不起的烂泥，科举无望后彻底沉沦赌场，听闻已经欠下了一屁股还不清的赌债，天天被债主围堵呢。那才哪儿到哪儿，
好戏还在后头呢。好你个手脚不干净的贱蹄子！我说家里压箱底儿的那几两散碎银子怎么不见了？原来是被你这侯府出来的贵人给偷了去！我没有，我根本没见过那银子。还敢顶嘴！这屋里除了你还有谁？陈平，你看看你带回来的好货色，连家里的保命钱都偷，银子不见了。贱人！老子为了你名声都臭了，你还敢偷老子的赌场？当家的，你那赌债可是利滚利，咱们家现在连锅都揭不开了，留着那个只会浪费粮食的贱蹄子有什么用？我打听过了，城西那个最低等的窑子最缺这种细皮嫩肉的，把你那份赌债填平，咱们还能剩下一笔过冬。卖了，他可是侯府的。侯府早不管他死活了，签了字儿，酒肉管够，赌债一笔勾销。肚子好疼，救救我！救！我这辈子废了。史书所札，皆为人心之变。婉仪小姐看出什么了？回住旨，书里写的不是成王败寇，而是藏在权谋下的贪婪与丑恶。读史可以明智，看清了人心，这世间便没人能再轻易动摇你。若想不被人欺，除了心智，还得有自保之力。京城那边的恶人已有报应，要回心。事情出事，我想请教长官，你既然要回受了，我回来了。从今往后，万事我们姐妹一同承担。这漆盒是父亲当年赏他的，价值连城，真舍得烧了。脏了的东西留着只会坏了侯府的运势。今日烧的是旧物，来日若有人再敢吃里扒外，烧的便是卖身契。听清楚了吗？奴才婢子明白，二小姐饶命。二小姐，这笔彩贝确实是按往年的定例。定例，往年木炭8钱一担，今年暖冬，城南炭市只卖6钱。这多出的2钱，是进了你的腰掰，还是进了账房的茶杯？婉仪，这几日的人事调动，你处理得极好。姐姐辛苦多年，往后这些琐事交给我便是。萧将军，我妹妹受过苦，往后便交托给你了。大姐放心。萧策定护婉仪，一事周全。苏婉仪，你凭什么过得这么好？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你也别想活。快点，手脚都利索点，误了及时要你们的狗命！苏大小姐，今日这桩婚事真是京城绝无仅有的体面，不知二小姐更衣可还顺利？劳烦挂心。婉仪已在喜房准备，吉时一到便出阁。不知为何，这心里总觉得像被什么东西抓着，莫名的不踏实。大小姐，您脸色不太好，是累着了吗？不必，我去喜房看看婉仪。苏婉仪，你去死！苏家欠我的，你先给我还回来！去死吧！
贱人，看你这次往哪儿躲！那把短笔，姐姐费心送我的东西，今日正好拿你试刃。不可能，你怎么会？婉仪，楚离，你看低了我。我早就不是那个只会在姐姐身后哭的苏婉仪了，我是侯府的二小姐，是将军府未来的主母。我爹是你爹害死的。你们苏家欠我们楚家一条命。我本应是侯府的小姐，我本该是这喜房的主人。这就是你毁我清白，要我性命的理由。为什么我什么都没有？婉仪，我在呢。姐，他说爹害死了他爹，他说我们苏家欠他们楚家一条命。原来这些年他不是在争，他是在恨。阿姐在，不怕。真相究竟如何，姐姐会查清楚。你现在要做的是挺直腰杆走出去。你是将军府的主母，苏家的女儿。姐，这是从楚离身上搜出来的，我翻过了，这是他的手札。烧了它，苏家与楚家的恩怨到此为止。旧怨已了。但背后的鬼还没抓干净。听说了吗？对外只说表小姐是疯病犯了，闯进喜房想行刺二小姐，结果……闭嘴！嘘，大小姐交代过，此事不许再提。反正人已经死了，京城里都在传咱们府上跟将军府的盛世联姻，谁还记得一个疯丫头？大小姐，消息压住了，百姓们议论了2日，也就散了，都在等着看将军府的回门礼呢。平息的越快，我这心里就越不安。楚离临死前那几句话，大小姐是说关于他爹的事儿。楚明远曾是我爹最信任的副将，10年前他在边境战役中因通敌叛国被当场斩杀，楚家也因此满门抄斩。那时候我小，只记得爹回京后把自己关在书房里郁郁寡欢了半年。后来楚离被接进来，爹千叮万嘱让娘好好待他。以前我觉得这是爹念及旧情，照拂故人之女。可清河，你想想，若楚明远真是罪大恶极的叛将，以我爹那眼中揉不得沙子的性情，怎会冒天下之大不韪，把叛将之女养在眼皮子底下？小姐的意思是，当年的案子有猫腻？何止是有猫腻，楚离敢在大婚之日以死相搏，绝不是疯了那么简单。他在手书里写苏家血海深仇，说明他坚信是我爹害死了楚明远。这件事若是查不清楚，咱们侯府头顶这把刀迟早还会落下来。侯爷，该吃药了。自去年冬日那场风寒，您这身子……放下吧。何事？爹，楚离死了。我知道了。他临死前发疯一样狠，是您害死了他爹。他恨了我们苏家10年，甚至不惜搭上自己的命也要毁了婉仪。爹，您告诉我，当年楚明远通敌叛国一案，到底是不是另有隐情？这件事你不必管。我是侯府的嫡长女，如今父亲将中辈交托于我，
楚离是在侯府出的事，闹得满城风雨。我身为当家人，不能不管。而且婉仪也已经知道了这件事，她才从生死关头走回来，如今心里极度不安。爹，我必须给她一个交代，给苏家一个交代。终究是躲不过去。这是当年楚明远临死前留下的东西。侯爷，二皇子勾结匈奴，欲借边境战事谋反，我已截获密信，特派人送往京城。然我身边已有内奸，恐难活命。若我身死，望侯爷诏付小女楚离，查明真相，为我报仇，明远绝笔。二皇子，竟然是他！当年的通敌叛国，根本就是二皇子反咬一口扣在楚叔叔头上的。爹，您竟然瞒了这么久！当年我收到这封密信时，他已经在边境被害了。二皇子在朝中势力庞大，党羽遍地。青瓷，当时的我若是贸然揭发，不仅扳不掉他，反而会给整个侯府带来灭顶之灾。我把你楚叔叔的女儿接到府里，是为了保住她的血脉。压下这件事，是为了不打草惊蛇。这些年我一直暗中收集他谋反的证据，可二皇子行事极其谨慎，我始终找不到能一击毙命的确凿证据。楚离这孩子从小就心思重，我本想等他再长大些，等证据足够再告诉他真相，没想到他竟然误会了我，还做出了这么多荒唐事。原来这才是所有事情的根源。从陈平闹街到喜房行刺，背后那双推波助澜的手，也是二皇子吗？楚离，他恨了我们整整10年，他以为是您为了夺权害死了楚叔叔，所以才处心积虑的要毁掉婉仪，要让整个侯府为他爹陪葬。不对，爹，楚离一个深宅女子，怎么可能轻易拿到婉仪的绣鞋样式？又怎么可能收买得了在府里待了20年的周嬷嬷？这背后一定有二皇子的人在暗中帮忙。他一直都在利用楚离的恨。二皇子的目标从来都不只是我们侯府，他真正的目标是萧策。将军萧策手握重兵，是太子最坚实的后盾。二皇子想要谋反，就必须先除掉这块拦路石，而毁掉侯府与将军府的联姻，就是他计划的第一步。若是婉仪真的被陈平玷污了名声，背上私通的罪名，她就再也无法嫁给萧策。到时候，将军府必定会因为这桩丑闻与侯府心生戒心。到时候，二皇子再从中挑拨，离间太子与将军的关系。萧策一旦倒戈或者兵权被夺，他的谋反大计就成功了一半。好一招借刀杀人！爹，二皇子既然能利用楚离10年，足见他心机之深。咱们手里这些碎纸残片，怕是还动不了他的根基。青瓷，莫急。这些年我在这暗阁里存下的东西，只要呈给圣上，足够他二皇子脱层皮。大小姐，不好了，周嬷嬷不见了。周嬷嬷，她不是一直贴身伺候母亲吗？怎么会不见？周嬷嬷是娘的陪嫁，在府里待了20多年，深得娘的信任。我原以为她只是被楚离收买，现在看来，方才下人去给老夫人送药，推开门就看见老夫人被打晕在房里。周嬷嬷已经不见了踪影，连点细软都没带。还有，书房后头的窗户，刚才发现是开着的。完了，全没了。除了咱们刚才拿走的那个木盒里面放着的，全是我这些年收集的二皇子勾结外敌、密谋造反的死证啊！20年的潜伏，二皇子这盘棋下的可真够大的。周嬷嬷一定是二皇子安插在侯府的卧底，他刚才打晕了母亲，偷走了那些证据。不好，那些证据里有一份我与镇国将军往来的密信。若是落到二皇子手里，他一定会以此为借口，诬陷我与将军勾结，意图谋反，那是灭门的大罪啊！清河，属下在，立刻带人去追，一定要在周嬷嬷逃出长城之前把她抓回来，死活不论，东西必须拿回来。是。
爹，您是什么时候发现周嬷嬷不对劲的？我从未怀疑过她，她是你娘的陪嫁，跟着你娘几10年了。我怎么也想不到，一个老实本分了半辈子的老嬷嬷，竟然会背叛侯府。可二皇子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，他不仅利用楚离，还在我们身边安插了如此深埋的卧底。这些年，侯府的一举一动，恐怕都在他的监视之下。我们一直都是网中之鱼。大小姐，不好了！禁军，大批禁军包围了侯府。这么快，二皇子拿到证据后，竟是连半个时辰都不愿等，直接就要置我们于死地。走去门口，我倒要看看谁敢平白无故动我永安侯府。苏侯爷，苏大小姐得罪了。奉陛下旨意，现有人告发永安侯苏某私下勾结镇国将军萧策，密谋不轨，意图谋反。某某奉命搜查侯府，还请侯爷配合。胡说，简直是一派胡言！我苏家3代尽忠，世代忠良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叛逆之事？侯爷是不是谋反，这张嘴说了可不算，证据在这侯府里藏没藏，搜一搜，自然就清楚了。给我搜，每一个院落，每一寸地皮都不要放过。爹，二皇子既然敢明目张胆让禁军为辅，那些丢失的证据恐怕已经被他伪造成了咱们勾结将军府谋反的铁证。他这是要用咱们苏家几10条性命给他的野心垫路，今日这一劫，怕是凶多吉少。大姐，我来了，别怕。若是今日搜不出证据，你赵奎可要给我一个交代。将军放心，我也只是奉旨办事。若是真搜不出东西，卑职自然会亲自向侯爷赔罪。将军放心，我也只是奉旨办事。若是真搜不出东西，卑职自然会亲自向侯爷赔罪。统领，府中各物都搜遍了，一无所获。不可能，怎么会什么都没有？再去搜，暗格、地砖、书房全给我翻一遍。赵统领竹乐早被周嬷嬷偷走，府中上下被你们翻得鸡飞狗跳。若是真有猫腻，早就见了光。赵奎，你算漏了时间。大小姐，东西拿回来了。大小姐，属下信不辱命，将被主求援的周嬷嬷抓回来了，连同她身上搜出来的东西一并拿货。赵统领，你要搜的人证物证，现在都在这儿。周嬷嬷，你从母亲出嫁起就跟着，在侯府待了20多年，我侯府待你不薄，你为何要在这个时候背后捅我们一刀？待我不薄，苏侯爷，您位高权重，怕是早忘了20年前那个死在边境的无名小卒周勇了吧？周勇，他是你的儿子？没错，他是我唯一的命根子。当年他跟着你去边境打仗，明明立了大功，却被那姓楚的楚明远抢了功劳。楚明远为了灭口，竟然诬陷他为逃兵。当时我跪在营帐外，求你开恩查清真相，可你呢？你只告诉我4个字：军法如山，不徇私。从那天起，我就发誓，哪怕舍了我这把老骨头，也要让楚明臣和你苏家血债血偿。所以，这就是你和二皇子联手的理由。后来二皇子找到了我，他告诉我，楚明远的狗贼已经因通敌伏归。他说他能帮我报仇，只要我按他说的做，他就能让楚明远身败名裂，让你苏家也跟着万劫不复。所以，这些年你一直在母亲身边伏低作小，实则是在侯府当二皇子的卧底。是，楚离那个蠢货想害苏婉仪，我就暗中推一把。我就是要看着你们苏家死在自己人的手里。是我干的又如何？楚离那丫头恨透了你们苏家，我就顺水推舟，教她怎么拿捏那个假货陷害苏婉仪，教她怎么挑拨老夫人和你们的关系。我就是要让你们苏家尝尝那种家破人亡、断子绝孙的滋味。你糊涂！
周嬷嬷，你简直糊涂到了极点！当年你儿子的死根本就不是楚明远的错，是二皇子。当时他为了杀人夺功，故意让你儿子去执行一个必死的任务，然后又反咬一口嫁祸给楚明远。他就是看中了你这个当娘的复仇心切，才利用你的仇恨，让你像条狗一样心甘情愿地为他做事。不可能！你胡说！这绝不可能！二皇子殿下许诺过我，只要苏家垮了，他就会给我儿子立碑证明，他绝不会骗我的。事到如今，你竟然还对他抱有幻想，还真是执迷不悟。清河，把东西拿出来，让他死个明白。是。周嬷嬷，你以为凭你那点本事，真能顺利逃出长安城？二皇子早就打算杀人灭口了。你刚带着这些重礼走出侯府，身后就跟着3个死士。若非清河及时赶到，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凉透了的尸体了。这些证据，二皇子压根儿就没想让你送回去，他只是要利用你，坐实我们苏家谋反不成、毁证出逃的罪名。等赵统领在城门外发现你的尸体和证据，他再大摇大摆的来抄家灭族。你从头到尾就是那一颗随时可以捏死的弃子。事办完了，你就是第一个被灭口的人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二皇子殿下他怎么会骗我？我等了20年，就为了给我儿求个公道。我儿子，我的可怜的儿子白死了！我竟然帮着杀死仇人，害了这么多护着我的亲人，我真是老糊涂了。赵统领，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事情已经很清楚了，是周嬷嬷受二皇子密令指使，处心积虑诬陷我爹谋反。你身为禁军副统领，今日这出戏唱得可谓精彩。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赵统领，刚才你不是说要给本将军一个交代吗？现下，本将军正等着听呢。末将也只是奉命。圣旨到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二皇子勾结外敌，意图谋反，罪证确凿，则即废除二皇子国位，打入天牢，等候发落。其党羽一律捉拿归案，严惩不贷。钦此。赵统领，二皇子机关算尽，却没算准人心。你以为周嬷嬷能顺利把证据送走？从他踏出侯府那一刻，我早已带着楚明远的绝笔信和周嬷嬷落网的消息连夜入宫。圣上有旨，捉拿二皇子党羽，赵奎身为心腹，拿下。是。若非萧策及时入宫呈上证据，今日苏家危矣。我也没料到陛下早就对他有所不满了，只是一直在等着一击必杀的机会。殿下，宫外大事已去，朝中您一众心腹全都被拿下，府邸被禁军层层查封，府中幕僚死士无一幸免，无人敢在暗中营救。就这么完了？我筹谋10余年，暗中勾结外敌，构陷忠良，埋上周嬷嬷这枚暗棋，借楚离恨意，搅动侯府风波，步步算计，难道全都毁于一旦？殿下，苏星祠心思太过缜密，提前查到当年密信，又抓住周嬷嬷人证，连同楚明远遗证一并呈上圣前，
龙颜震怒，再无转圜余地。我本想借楚离之手毁苏婉情欲，离间侯府与将军联姻，再借机除掉萧瑟兵权，架空太子顺势登基。谁知苏青瓷归来，步步拆穿我所有算计，连我埋藏20年的周嬷嬷都被他揪出破绽。殿下，事已至此，我们是否还有后路可循？后路？从我决定谋反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后路了。我利用楚离丧夫之恨，利用周嬷嬷丧子之仇，把所有人都当成棋子用完便可舍弃。可偏偏我千算万算，没算到苏青瓷这般冷静通透，更没算到萧瑟手握兵权，忠心护主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二皇子意图谋逆，罪不容诛，赐毒酒，亲死。父皇怎能如此绝情？我乃是皇家血脉，纵然有错，也该圈禁自省，怎可当众问斩，辱我皇室颜面？殿下，你所行之事，桩桩皆谋逆大逆，残害忠臣，祸乱长纲，早已不配皇室身份。圣上念及父子情分，免你凌迟极刑，已是天大恩典。天意弄人！我一生精于算计，玩弄人心，把仇恨当棋子，把朝堂当棋局。我以为能掌控所有人的命运，到头来却栽在一个深宅贵子手里。苏清然，若不是你重生破局，我早已坐拥天下。二皇子一生野心勃勃，借仇恨布局，靠阴谋夺权，把旁人的痛苦当作登顶垫脚石。最终算计落空，阴谋败露，落得消极处斩，遗臭晚先的结局，终究是自作自受。来做表，来做表了。这二皇子平时瞧着斯文，心肠竟然这么黑，勾结外敌啊，那可是要让咱们没命的。听说抓了数百人呢，菜市口这几天血都没干过。闪开！二皇子逆党流放，冲撞者格杀勿论。这就是命啊！太子的位子总算稳了。听说这回全靠永安侯府和将军府联手。侯爷，圣上说了，您教女有方，又是揭发逆党的首功。如今加封您为太子太保，往后您可是太子的老师了，这可是天大的恩典。臣叩谢隆恩。二小姐，哦不，如今该称呼您为诰命夫人了。圣上特意交代，说您在喜房面对刺客临危不乱，那是巾帼不让须眉，特赏赐这份殊荣。婉仪，谢主隆恩。真相大白了，百姓们都在传。楚离当初是因为误会才恨了咱们10年。听说他也是个可怜人，一生都活在仇恨里，最终却被仇恨吞噬了。听说了吗？那表小姐楚离，原来爹死的冤，可她偏偏帮着仇人害亲人，那是自作受，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，也是报应。就是啊，他求而不得的一切，都成了他的枷锁。而你，婉仪，你终于自由了。我这辈子真是活到了狗肚子里，疼了10几年的侄女，到头来却是最恨我的那个。婉仪，娘对不起你，当初娘猪油蒙了心，听信那些灾星之说，还偏心楚离，差点亲手逼死了你。娘，过去的事就让它随风去吧。姐姐教过我，人不能总往后看。好，好，你们能原谅娘，娘死也瞑目了。娘，病好了就别想那么多，血浓于水，以后咱们一家人好生过日子。快点，去边疆的路还长着呢，这辈子都别想回长安了。周嬷嬷因揭发二皇子有功，免了死罪，发配边疆充军终生。这深宅大院的一辈子，终究葬在了风沙里。50板子，一下都不能少！还敢设局陷害侯府，还敢欠下巨额赌债，
活该！这种烂书生就该打死。罪犯陈平发配宁古台，永世不得入境。他的发妻李氏，早在陈平被抓那天，就卷走了家里所有的钱财，逃之夭夭，不知所踪。陈家彻底败落了。大小姐，这是陈。回了他们，就说我最近要核减秋税，没工夫折腾这些虚名。大小姐，您现在可是咱们侯府名副其实的当家人了，连将军府那边都传信说，二小姐如今在将门主母圈里威望极高。婉仪变了，以前她听见大声说话都会躲，现在她已经能替那些受委屈的弱女子出头，撑起一片天了。青瓷来了，快坐，陪爹喝杯茶。这侯府交给打理，爹最放心。这一场结束过去，咱们家总算恢复了。爹，您就安心养病，看看书，下下棋，这些劳神的琐事，女儿能扛得住。作为侯府嫡长女，我终于明白了这肩膀上的责任，不仅是为了守住家，更是为了守住身后的这一方太平。姐，重回这里，竟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。那是你长大的地方，若非那次磨砺，你也不会是如今这般杀伐果断的将军夫人。两位施主，许久不见，别来无恙。多谢住持挂念，今日与舍妹特来还愿上香。万事尘埃落定。当夜，众人在寺里住了一夜。姐，你说，若是楚离早点知道当年的真相，知道是二皇子害了他爹，他会不会就不会变成今天这样了？也许会，也许不会。仇恨这东西就像一颗种子，一旦在心里种下，就会没日没夜的生根发芽，直到把一个人的心彻底占满。那时候，真相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。楚离的悲剧是二皇子造成的，可也是他自己造成的。他选了最偏激的那条路，便再也没了回头的机会。楚离的悲剧是二皇子造成的，可也是他自己造成的。他选了最偏激的那条路，便再也没了回头的机会。万一，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想那些假设，而是珍惜现在的生活，永远不要让这种悲剧在咱们苏家再重演一次。姐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这一路走来，一直这么拼命的保护我。傻丫头，说什么胡话？我是你姐，保护你是应该的，也是我这辈子最要紧的事儿。所有的恩怨情仇，似乎都随着这悠扬的钟声，彻底烟消云散了。未来的路还很长，风雨或许还会有，但我知道，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就再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。侯府的明天一定会越来越好。女儿给母亲请安。娘对不住你，从前那般待你，你还肯这般孝顺我。娘是我的生母，血浓于水，过去的事女儿早已放下。如今一家人平安团圆，
便是最好的结局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好，一家人和睦相处比什么都重要。青瓷长家有方，婉仪端庄持重，咱们永安侯府总算熬过劫难，重归安稳了。账目清晰，调度得当，往后府中琐事你多费心，有不决之事再来寻我。是，大小姐。姐姐，楚离的身后事我让人简单置办了，葬在城外乱葬岗，也算给他一个归宿。他一生困于仇恨，被人利用，落得这般下场，也是宿命，不必厚葬，免得徒增是非。我明白，姐姐，周嬷嬷流放边疆，陈平发配宁姑土，二皇子秋后问斩，所有恶人都有了报应，我们终于可以安稳度日了。往后，我们守着家人，护着侯府，再无阴谋诡计，再无生离死别。那就是谋反的二皇子。看，作恶多端，今日总算要伏法了。一代皇子机关算尽，勾结外敌，构陷忠良，落得菜市口问斩的下场，真是自作自受。他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，楚家、周嬷嬷还有永安侯府都被他搅得鸡犬如庭，死有余辜。时辰到，行刑！都结束了。从此长安太平，侯府安稳。我会护着你和婉仪，一世安危。从重生归来，护住婉仪，拆穿楚离阴谋，揪出周嬷嬷卧底，揭发二皇子谋反，一路风雨，终得圆满。大小姐，所有恩怨都了结了，你也该好好歇歇了。是啊，总算可以歇一歇。苏大小姐、二小姐、萧将军安。永安侯府满门忠良，揭发谋反，护我长安，真是大好人。历经风雨，咱们苏家终于迎来太平，往后岁岁平安，年年顺累。前世含恨而终，今生涅槃重生，护家人，守侯府，平权谋，除恶孽，终得永安。阴谋散尽，恩怨皆了，人心归善，家国永安。从此长安长安，侯府永安，岁岁无忧，万事顺遂。